嗨，大家好，我是阿森。今天呢，我们要去探寻一座修建于上世纪的剧院。那像剧院或者说是电影院啊，我们以前去看过不少。而这一座剧院啊，它非常独特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是一所监狱当中的剧院。那面向的群体自然也就是犯人了。可是，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啊，这一座监狱整体搬迁以后，包括这个剧院啊，也就跟着废弃了。自从废弃以后呢，那剧院里面并没有遭到任何的拆迁或者说是破坏，那一直保留了上世纪当时的那些模样。虽然它默默无闻，也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我觉得听上去啊，真是蛮好奇的。我很想知道的是，监狱里面的剧院究竟长什么样呢？那我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我现在驶入了一条非常狭窄的一条山林路，而且你看这个路面啊，它很多的泥泞，我感觉我车就在这个路面上面打滑。刚才连续报了很多次警，没想到开进来竟是这样的路啊！我天，一直在摩擦底盘，哇！茂密的森林啊，我不知道我走对了没有。刚才跟着导航走，走了以后，然后就显示进入了一条无名路。这条无名路现在我也没法倒车，因为这里面特别的狭窄，我就一直跟着路，哇，一直跟着这个路走。哎呦，我已经开得很慢了，但是还是不时的磕碰底盘，因为这个车的底盘比较矮，再加上车上现在东西又放得很多，所以它离地的距离就更近了。哎呀，现在汽车上面一直在显示路面打滑。刚才我在过一个弯道的时候，我的方向盘都已经转死了啊，车还是在往另外一边这样偏，一边就是悬崖。如果这个时候路上来一辆车的话，那就彻底完蛋。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难找，这路面真是太难走了，我还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路面烂的话，它至少比较的宽敞，而这里呢是既狭窄，然后路又很烂，旁边还有很多积雪，又是悬崖。好吧，那我专心开车了。
这个下面是一片方舱医院，现在没有用，以后就全部废弃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一个人，而费了9牛2虎之力啊，我现在总算是找到这个剧院了。它就在我的旁边。这个剧院啊，你看，它就隐藏在这片树林里面，不仔细看的话，根本没法找到它。这种建筑应该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左右的时候建造的。上面的这窗户还是圆形的造型。这方舱医院。禁止使用，门都是锁上的。全部都是关上的，你看，那地方还有锁。像这种剧院啊，我们以前来过很多，但是一般呢，它的门都是开着的。但像这个，这门是关着的，哇，好大的缝！看见什么吗？同样也是杂草丛生，破旧不堪。哇，这是它的侧面。这里好像被人为破坏了，可以钻进去。这上面还有，应该是一个门吧？走，去看一下。哇，你看这个剧院的侧面啊，完全是杂草丛生啊。这里面有阶梯。哇，门都已经倒下来了。这里面好多演出的服装，还有一些道具。上面还有很大的一个马蜂窝。看这里小窗口，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售票的地方？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地下室吗？嘿。是一个小房间，这里没有办法通向剧院，3层。格局都是差不多的，里面都是一些杂乱的物品。哇哦！你看这地上啊，有好多的马蜂，而且全部都是巨型的马蜂。我还很少看到这样的马蜂啊，现在已经全部都死了。这里还有马蜂窝，
你看，这个更大的。哎，这是一个什么？箱子是锁上的，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宝藏吗？堆满了马蜂的尸体。看这外面，一个挺大的房间。哦，这就是观察窗口。你看，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哎，哇！你看，这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棺材？哇，什么情况？剧院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棺材？难道这底下是一个停尸房吗？哇，太不可思议了！你看，它对面的那些门啊，全部都是被堵上的。哇，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幕布红得真是非常诡异，而且是全部都拉上的。不知道那舞台里面有什么东西，真太怪异了。谁会把棺材放在这样的地方？电影胶带，这就是以前放映电影的35毫米的电影胶片。这在80年代、90年代用得非常的多，全部都废弃在了这个地方。特别的惊悚，是不是就是因为里面放了棺材，所以才把那些门全部都堵了起来？我估计应该没法进去了。绿色片，这些才是剧院应有的东西吗？机号、名称，我想这有可能是一个设备房。哎，这有点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宝藏盒，这个是打开的。估计是放什么仪器。哇，这里对面有好大一个坟，不过被那棵树挡住了，看不太清楚。就那个地方，应该是，哎。哇，这上面全是坟，那个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特别古老。看这底下，哇，剧院的旁边有这么多坟，而且里面还有棺材，太不可思议了。这里是上天台的一条路，看来这边没法进去。那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去看一下。
杂草丛生。你看，这里的门就是被堵住的，以前就是观众进入的地方。哇，这看来不太好走啊。这里也是堵上的，地上好多的石块。这不知道是谁在这里搭了一个桌子和凳子。而且显然，你看这个铁框是被它破坏掉了，然后应该是曾经有人从这里翻进去过。嘿，坍塌了，看来这里也没有路可以进去。难道只能从刚才那里翻进去吗？哇，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面啊！好像还比较结实。怎么办？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如果进去的话，一会儿出来，肯定又是晚上了。而且我还要下山。好吧，既然都来到这里了，那我们就进去一探究竟。这里面好像就是舞台了，看上去并不高。哇！木架，地上有好多的玻璃的碎片，应该就是把这个窗户破坏以后掉落的。这舞台啊，你看上面的天花板，很多都已经掉落了。舞台的后面，木质的地板，这里面并不是很深。荧幕。我想，最惊悚的时刻应该就是现在了。吓我一跳！山底下还在放火炮。这真的是棺材，非常的多，而且你看上面的那些窗户啊，全部都破了，现在风吹进来，是还蛮诡异的。这好像哦，这里有阶梯。
棺椁里面没有人，空的。这个盖上了一块布，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尸骨。在这个剧院里面啊，放上了这么多的棺椁，这让我联想到了上一次我们去一个废弃的工厂，那里面也是堆满了骨灰盒，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剧院里面放上这么多的棺材呢？虽然这个棺椁是空的，但显然这是为某一个人准备的。这里面还贴上了他的名字李朝斌，所以显然这个棺椁一定是有人定制了，或者说是为谁准备的。你看在地上啊，全是纸钱，有烧过的，还有没烧过的香烛。在古老的剧院里面放棺材、烧纸钱，这是哪门子的习俗？真是闻所未闻啊！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啊！不过仔细想一想，你看这些棺材啊，每一个的占地面积其实都蛮大的，而且这一面还有这么多的木条，还有木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由于这些棺材都非常的大，所以这里是一个棺材的加工厂，或者说是一个山寨版的棺材加工地呢。而且这些木材都是原始的材料，你看有一些啊，好像是从什么家具上面拆卸下来的，现在就这样堆积在这个剧院里面。由于这个剧院废弃以后呢，它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正好就变成了这些棺材加工厂的一个生产地。你看，像当疫情来了以后啊，很多人呢不幸过世了，就像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旁边就能看到很多的方舱医院。所以这些人过世以后呢，正好这里的棺材啊就对应上去了。因为农村里面就有这种下葬的习俗，所以对棺材的需求也应该会比较的大。不过这样看上去啊，真是蛮惊悚的。你看这里还有木靴，应该是刚刚才加工完毕。这两具用白布包裹着，哇，阿弥陀佛，见官发财。这一具是用塑料胶纸包裹着的。这里还有一些洗衣机，不知道为什么会放一些洗衣机，看上去还是全新的，不知道是不是给那种过世的人穿寿衣的时候要把那个衣服洗一下用的。现在就全部堆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应该是全新的洗衣机吧，看一下，看都没有打开，应该是全新的。树上的。当疫情啊来了以后，很多的人呢都被封控在家里面，没法出去。所以像这些人，他们家里面的亲人如果去世的话，那可能对于棺材的需求量就会很多。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这个剧院里面会有这么多全新的棺材。但问题来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连这些棺椁每一个的上面都有名字，李清华、周国霞。那既然是全新的棺椁，为什么他们的家人
还会来到这个地方烧纸钱、烧香烛呢？像外面的风好大。而你看现在啊，这些棺材全部都废弃在了这一个剧院里面。我的猜测呢，应该是因为由于疫情开放以后，所以棺材的需求量一是降低了，二是开放以后呢，很多人他们可以在外面去买更好的棺材，所以就不用去买这种可能比较廉价的棺材，也就让这些棺材呢废置在了这里。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剧院的空高还是比较的高。其实这些木质的棺材啊，在民间有很多的习俗。据说有些地方年龄较大的一些长者，一般都要提前给他们准备好棺材，还有寿服，这样老人呢，也许就会高兴，或者说是更安心一些。这就有点像现在国内很流行买墓地，刚刚才开放的墓地呢，可能风水或者说是环境比较好，立马呢就会被一抢而空，甚至有一些小孩啊，就刚刚出生的家人呢，就帮他已经把墓地给买好了，这是不是有一点搞笑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在剧院里面，原本应该是欣赏艺术的地方，可我现在却欣赏到了这样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这也真是够有视觉冲击力的。好吧，那这个放棺材的剧院啊，也就是这样了。现在外面马上天黑了，而且风也很大，这里的阴气真是蛮重的。那我的旅行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洞，这是随处啊都是陷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我还得从这里下去。这个方舱医院。